师姐，你说，清训门那边传来消息，福音子经过1年的调查，发现禁地中生还的弟子，有一半都提到灵寿山有问题。这个灵寿山300年前来自于魔道6宗中的雨灵宗，所以他们跟魔道有染，很有可能啊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上次提议改禁地开放时间，口口声声说魔道在哪儿的，也是灵寿山。我当然记得。这样吧，瞎猜也没用，把他们约过来，一问就清楚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嗯，走了。哎，还真就2句。我精心操练的拜师礼，就这样草草收场了？这师傅到底行不行啊？这看上去也不像世外高人啊。念头通达，念头通达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师弟，别琢磨了，念头通达这4个字，不是光靠琢磨就能明白的。师傅说的太高深了，可否请教一下师姐啊？念头可大可小，每个人所求的东西不同，心中的念头也就有所不同了。对了，至于你3师兄，他的念头啊，就是杀进邪道；武轩的念头呢是宣儿师妹，魏娘的念头啊就是……哎，你别胡说啊！至于我的念头啊，就是和你打一场啊。师兄，我打不过你的。那你要加油啊！等你啊！其实韩师弟啊，你也不必太过纠结。念头通达这4个字啊，说起来容易，但你看咱师傅他老人家。洪福师伯说：“我来给你说2句话。”就2句？你这个傻小子，这么啰嗦，还不快走！啊！哎，你这傻小子，你快走！说你呢？说你呢？你还不知道呢？如果在修道一事上做不到心无旁骛，又如何做到念头通达呢？婉儿，恭喜你，终于重回结丹了。修为还是亏空不少，都怪那个立碑的。立碑？啊，我是说，门内的小辈们最近有没有好好修炼啊？婉儿，我总觉得你从血色禁地出来之后就心事重重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在禁地中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叫韩立。滚！滚！不是，光。今天的太阳光挺不错的。你呀，既然你这么关心宗门，正好去理一理闭关期间的宗门事务。
你刚恢复结丹，心境还是不稳定，产生心魔可就糟了。好了，就知道你会来。虽说有小绿瓶，丹药倒是不缺，可是这时不时的散功也太麻烦了。还有师傅他们说的开辟洞府，是怎么个开辟法？去找吴师叔问问吧。气死我了！这个韩立，若是不除了他，早晚产生心魔不可。师祖，什么事？黄风谷传来玉简，理花园修士相邀7派结丹长老共商大计。知道了。共商什么大计？无非又是找人打麻将去吧。那的吃食倒是挺好吃的。不错，以此为由，师姐也不会阻拦我。不光是为了吃的，正好去趟黄风谷，看看那小子有没有乱说。若是他乱说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，早晚得给他立个碑。师叔，现在叫师兄就行了。叫习惯了。当初入谷时，属您教我最多。要不是您，我恐怕连血色禁地我都不敢去。就这样叫吧，师叔。叫什么不重要。啊，上回您在百药园看您在研究艾灸，这2瓶丹药可以除湿排寒，更方便。之后您要是想真爱，随时叫我就行。多谢，这也是有心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在谷中开设洞府的地方找好了吗？谷中发的阵法是万万不够用，这里面的门道可太多了。啊，但是这个啊，我还真帮不了你。你去万宝楼找灵兽。灵兽，他能帮。李公子果然是好眼力啊！这个呢？这个是刚刚突破2阶的双瞳术。哦，找草药、偷灵石、寻秘境，样样在行。寻秘境。多少灵石啊？不少。就他了。看，真不少。去哪儿啊你？哎，能不能找一个好洞府，就看你的了。哎，你就不能好好的走一条正常的路吗？
花那么多灵石，是让你来帮我找洞府的，洞没找着，还得找你。小家伙，还真让你找着了，躲好了。真够黑的。哼，还有棵树，真是别有洞天。灵眼之拳。行，你立功了，还好没让我浪费灵石。这天然灵泉真是世间罕见，作为修炼洞府，最适合不过了。来，奖你一个。灵草，这儿怎么会有灵草啊？哎，以后我可以在这儿悄悄种灵草，不被人发现。韩立的小宝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停！停！给我停下来！我跟你说了，这玩意吃多了会上火。这些可都是我的宝贝，听到了吗？赶紧吐出来，吐出来！来！有灵泉，还有灵草，真是个修炼的好地方啊！哎呀，好地方，好地方。你也想摔花？哼，真行啊你！你可真会顺杆往上爬。
防御阵法。试一下，大功告成。现在呢，我得好好规划一下。首先，我得有个睡觉的地儿。床可以。不错，真不错，可以在这儿喝杯茶。行了，刚才已经喂过你了，别弄它。你怎么进来的？看来吴师叔说的对，白送的阵法靠不住。 真的靠不住啊！这好的防御阵法去哪儿找？哎，让一让。元武国。 离越国也不远，还挺近的。要不我去元国走一趟？别跟着，好好看家，别让他进来，啊！纵使太过悲伤，也不该说这样的话。是秦仙冒失了，但是秦仙的话并不收回。你说什么？殿下到！白王殿下。 二师父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想象你的模样。我想象过，你是身居某座山上的隐士，是写尽千帆的天才书生。可没想到，你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一样。二师父，其实你并不有趣。 可如果这个世上少了你这样的人，该是多无趣啊！白王殿下，还请节哀啊！我曾经问过你，为什么选择我？为什么选择我这个偏偏瞎了眼的皇子？而你却告诉我，你选择我，并不是希望我登基。 享受荣华，而是因为你觉得值得。我知道二师父为何而死。 这个皇位
我可以不要，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二哥真是这么说的？哼，可笑！我当初就告诉过你，白王一向谨慎，这局势未定，不会轻易出手。此子只可搁置，不要妄动。你是在责怪我吗，大剑？殿下，你就不后悔吗？本王想登天，登天本就没有平坦的路。既然选择了，就不要为任何一个行动后悔。大剑还是想一想，下一步该怎么走吧。我早就帮你想好了，殿下，你还是适合在幕后运筹帷幄，所以，我帮你找了一个打头阵的人。哦，是谁？真正的皇位继承人。是他吗？他竟然还活着！大将军，有客来访。不接。嘘。将军，好啊。退下吧。是。大将军，冒犯了。你们这5个太监啊，我也就见你顺眼点儿。其他那几个，长得要么像书生，要么像世家公子。哼。那谨言呢？低眉顺眼，笑容谄媚，一看就是奸臣样。不过，看着就是做太监的料。大将军，说笑了不是？行了，说吧。公公找我何事啊？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擅闯将军府，倒也不是什么小事。谨言所来，自有要事。如今明德帝病重，写下新的龙凤卷轴，它自然是迟早的事。良禽择木而栖。现在天启城各派都在选择自己的良主，我来是想问问大将军的选择是？你胆子不小啊！这是公然挑起党争，是死罪。但是输了的人才会死。当年陛下获得帝位，难道靠的不是党争吗？哎，我的选择，我闺女已经替我选了。永安王萧楚河，整个天启城都知道我的选择，这一点连陛下都不会怀疑。将军的选择是在白王、赤王、永安王之间，若是这3位，将军确实别无选择。但是，我要是给将军另外一个选择呢？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刚才那一句是发自肺腑之言。你手上有什么？如将军心中所想。
一封卷轴，卷轴上的名字也如将军心中所想。卷轴呢？大将军，你也太小看禁言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怎么会带在身上？哎，这就算有卷轴，也改变不了所有啊。将军16岁从军，从一个小小的巡街校尉，变成了如今的北离大将军。但是，将军的2位故友都已经相继离去，一个死在了战场上，甚至连尸首都不能回到故土；另一个死在了法场上，还背负了滔天的罪名。将军，难道不想为他们2个做点什么吗？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，想说什么，立刻说完。最好的选择，我已经替将军寻到了。只要将军一声令下，大兵天起，指日可待了。我怀疑是5大剑之一，第1大剑锦轩，皇城内的第1高手。你有几成把握？9成。你可以将此事告诉白王，杀了锦玉，就等于把白王彻底推向了我们这边。现在还不急，时机未到。等时机一到，这些债自然让他们来还。宣妃娘娘给的那滴血，我已经交给华锦了。华锦说，她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制炼成药，但是，赤王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给人喘息机会的人。接下来，他会用更激烈的手段力挽狂澜。好啦，我们不聊刚刚的事情了，我们聊点轻松的。乾隆好像喜欢你。雷无杰才是真的喜欢你吧？没想到你这样的人也会扯开话题。我只是觉得你说的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他不是好像喜欢我，他就是喜欢我。萧瑟，没想到你改了名字，还和以前一样不知廉耻。可是雷无杰好像觉得是你喜欢我，比以前还不知廉耻。若依，其实我知道你也喜欢雷无杰，从你们在百花大会上跳舞，我就知道了。我觉得雷无杰身上有一个人最原始、最纯粹的品质，那些品质我们曾经都有，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放下了，只有他还保留着。无心说过，他是天生玲珑心。那你呢？你喜欢千洛吗？这2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如今在这天启城满城风雨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有心情在这谈笑风月，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死。你又扯开话题。我若真是喜欢风月之人，4年前不就纳妃了？腰细娇小，肤白貌美，还有点小任性，也算是个极品了。听你这语气，还真像是醉梦楼里看花魁的登徒子。那你喜欢千洛吗？喜欢啊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来了啊！
陛下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坐嘛。小神医，我听说前些日子你染上了寒疾，现在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自然，区区寒疾怎么能难倒神医？你是小神医，怎么会染上寒疾呢？陛下，我晚些时候再来给你施针。小神医啊，这些日子你在姑侄身上插了太多针了。姑得的病有这么难医吗？陛下，你知道我们医者口中常说的一句话吗？什么话？心病不除，百病难医。陛下，你有心病，这个华锦医不好。心病不除，百病难医。你的话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也没有用，还要治好。解铃还需系铃人。陛下，谁是你的解铃人呢？他死了。死了？死了。他是姑最好的兄弟。我们在很小的时候，母后就死去了。虽然我们是皇子，却没有得受过多少的宠爱，甚至就连有点权势的太监都敢欺负我们。太医，你再回去救救他好不好？殿下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弟弟在6岁的时候感染上了中风寒，医了好久也没医好，最后到了快死的时候。救救我弟弟好不好？殿下，不是微臣不救治，微臣也是无力回天，爱莫能助啊！你救救他吧！殿下，请回吧。他是在那一日死的吗？流传在外面的说法是，在那个大雪夜里，我跪在门口，苦苦地哀求那个太医2个时辰。虽然我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，但是这样的跪礼，对一个太医来说，不是能够承受得起的。最后，把我弟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陛下，你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但那是假的，那是姑让太医对外说出去的故事。实际的情况是，那天晚上，姑跪了2个时辰，但她还是坚持要走。于是我拔出了母后留下的那柄长剑，我一剑上去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要做无人问津的皇子，我再也不要被人踩在脚底下。我要和我的弟弟登上天启的最顶端，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低头看我们。后来，我成为了皇帝，我的弟弟成了北黎的大都护。莫说天启，就算北黎，整个的天下都畏惧我们。可是最后，弟弟还是死了。是我杀了他，都是因为我提不起勇气，害怕失去手上那些虚妄的事物。陛下，你为何不自称姑了呢？姑？或许每次想起弟弟若疯的时候，
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皇帝，而是一个哥哥。只有弟弟在的时候，哥哥才能永远的不孤单。西川叔叔，这无聊的日子厌倦了吗？你说呢？我这刀都要锈死了。是有点怀念天启了，想去千金台赌一把，再去碉楼小筑喝一杯，再去彩云追月阁睡一觉。瞧你这点出息，王爷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儿子？我这不是在这儿过过嘴瘾吗？现在看来，只有萧瑟那家伙当了皇帝，才能把我们招回去了。那也未必，我们可以自己回去。据最近传来的消息，明德帝最近病重不起。病重不起，王爷有什么打算吗？让我们回到天启的那把火终于来了，虽然不是萧瑟点燃的，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般的离奇，突然间心生归意，便什么都来找我了。那便归吧，策马扬鞭，直逼天启。这么晚不睡，是在等什么好消息吗？你来了就肯定没有好消息。行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现在就走，不给你添堵。开玩笑的。你的好兄弟蛰伏多年，最近似乎有些不安分了。他们这是要回来了。是，但你似乎并不惊讶。我们的对手啊，以他们的做事风格，时机到了，也该走到这一步了。不过吸引他们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白小堂只查到，在那之前，谨言去过一次将军府，随后将军府便派出了16名密探，悄悄出城了。那应该是龙峰卷轴。什么是龙峰卷轴？当年，八王之乱爆发，各大皇子纷纷闯进皇宫，一路杀到了平清殿。他们都在等，即将驾崩的先帝从里面送出来的龙峰卷轴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。可到最后，只有琅琊王和明德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可当他们刚要踏入平清殿的时候，武大健捧着卷轴出来了。那卷轴上写的是明德帝。武大健捧旨而出，却始终不宣。最后，琅琊王上前一步接过卷轴，看了一眼之后，便当即撕毁。随后宣布，皇位传给三皇子萧若解，也就是现在的明德帝。那说明卷轴上写的，并不是萧瑟的父皇，不然为何要撕毁它？是啊，可是当年负责此事的武大健都选择了保持沉默，所以也就没有人再继续追究此事。可是龙峰卷轴向来有2封，一份由武大健保管，意为传圣意；另外一份则由钦天监保管，意为承天意。一封卷轴被撕毁之后，另外一封本该送到钦天监的卷轴，却无故消失了。那武大健为何要纵容他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卷轴上写着琅琊王叔的名字，他撕毁了写着自己名字的诏书，武大健根本没办法拦截。但是几年之后，琅琊王军功赫赫，民心所向，那封不知所踪的卷轴却又突然间出现了。即便琅琊王不想当皇帝，在朝中、在军中，甚至在民间，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逼着他当皇帝。
当年藏起那封卷轴的人，就准备要动手了，掀起兄弟反目，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新帝即位，旧帝的5大剑要去守皇陵，可当时大剑卓清权势无说，所以他自然是不会甘心的。他从一开始便收起了龙凤卷轴，图谋着政变的那一天。我想，当年琅琊王叔一案，应该也是他一手挑起的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他的卷轴还没来得及亮出来，琅琊王叔就死在了法场之上，而他也在1个月后死在了皇陵。这件事，百草堂可没有查到。因为当年伤我的人就是锦轩，而锦轩是卓清最亲近的弟子。卓清死后，龙凤卷轴再次下落不明，我想8成就是落在了他的手里。而这锦言又是5大剑中锦轩最得力的走狗，他能说动将军府，除了知道琅琊王叔救军的下落之外，手里应该还有足够的筹码。我唯一能想到的，就是龙凤卷轴。我没明白，叶将军不是若依姐姐的父亲吗？他不是一直站在我们这边的？叶笑英是琅琊王叔最忠实的手下，他等这一刻等了很久。只可惜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，但是选择上可能会大有不同。闺女，我遇见他那一年17岁，我是天启一屠户的儿子。当时我拿了一把砍竹的刀，就这么看着他。他对我说：“我见你屠刀诛羊，却有载天下之气，可愿与我同战天下？”我却回了一句：“买肉吗？不买滚！”后来，我成了一名巡街校尉，再后来，我成了先锋营的副将。有一次，我们遭到了敌人的围攻，整个先锋营全军覆没，我也只留下了一口气，是他把我从尸体堆里给刨出来的。当时我就想，以后为了他，生死也情愿。这段故事，未曾听父亲提过。那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再后来，我成了骠骑将军、上将军、大将军、先帝御赐金甲，封金甲将军之号。但是我依然愿意做一个追随在他马后的小卒。可是那天，他死了，不是死在战场上，是死在了法场上。那件事情的1个月前，琅琊王突然降罪于我，以我治军不严，夺取了我的兵符。我知道，明德帝不杀我，那是为了防止兵变。他把位置留给我，是为了安抚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也的确假装被他安抚，所以天下人知道我叶笑英是为了琅琊王的死，对皇帝心生芥蒂，但是因为畏惧皇威，所以才不敢造次。这是所有人
都想看到的结局。那我就做给他们看。父亲为何今夜这么多感慨？若依，今天我会派一队精兵护你出城，你先离开天启一段日子。为何？他的病情一直很糟糕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再加上，如今天启城中几位皇子争斗的又厉害，我生怕会出现一些变故。变故？父亲，你何时害怕过变故？你一直期待的不就是变故吗？我一直在帮助萧瑟，父亲你也是默许的，为何突然要送我出城？好，我且问你，萧楚河入天启，是为了当皇帝来的，还是为了查清当年那件案子来的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自然是为了查案。那便是了。萧楚河一直没明白一个道理，只有当上皇帝，才能查清此案。一臣一君，那是天方夜谭。所以说，在这次他和赤王的争斗之中，我不看好他。可父亲明明之前很看重他。我看重他是为了看着他，就像当年我看着琅琊王，有能力有魄力，但是没有足够的狠心。琅琊王什么结局？琅琊王死了，被他的亲兄弟杀死了。同样的事情，我不想看到第二次。只是因为萧瑟从来不接受父亲的扶持吗？闺女，有一个道理你要明白，他毕竟是萧若锦的儿子。不管怎么样，琅琊王只是他的皇叔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琅琊王也没看错他。但是你爹我不想再当了。我不同意父亲的看法。既然你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，那么坚持下去便是了。我知道你心中所想，你忍了很多年，忍的不过是你没有写下的那个字，而那件事本来就是错的。若依，若依，还是一帮孩子。听说你昨晚也搬来雪落山庄住了？不仅昨日，今后我都要在这住下了。跟你父亲吵架了？这倒是新奇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见过叶将军舍得对你说过一句狠话呢。他昨日说了很奇怪的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觉得，在这次天启之战中你赢不了，还说如果你是以臣子的身份，就算有再大的决心，也无法为琅琊王翻案。看来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你说的是龙凤卷轴？这件事你没有当着你父亲的面提起吧？当然没有。他若知道我们查此事，怕是真的不让我出来了。他应该是接受了那份卷轴。我猜接下来的一步，他就会召集琅琊军联系萧凌晨，发动叛乱。我也是这般猜测的，但这话从你口中说出，怕是已成定局。这将是北离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叛乱，几十万铁骑将踏过整片大陆，直至天启。无数的百姓将会因此蒙难，
而蛰伏在北离周边的国家也会伺机而动。可是我不明白，琅琊王军叛乱，这对赤王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为何龙凤卷轴会在此时出现？为何卷轴一出现就会找到你父亲？若最终真是萧凌晨登基，宗庙归位于琅琊王，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我现在还想不明白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绝对是个圈套。相信你父亲能想明白，但是他还会依然往里面走，因为他这个人极度自负，他对自己深信不疑，在陷入牢笼的同时，能咬死那病虎，还能全身而退，最后再把那猎人咬死。他确实一直这般自负，可是这份自负，最终会害了他，害了整个琅琊郡，也会害了萧凌晨。就算最后他赢了，也会给北离重创。大将军动了。是的，今日他已经悄悄离城而去了。原本以为他做这个决定需要很久，或许他做这个决定已经做了4年，只等一个契机。如今契机在手，便再无犹豫。你提了什么条件？我说，想要新王继位，废除旧例，5大监不必再去守皇陵，他还得给我王侯之位。他同意了。哼，他骂我是一个奸猾小二，说还想学那前朝的9000岁。可最后他不还是同意了吗？殿下，叶孝英他不会察觉到了什么吧？别傻了，叶孝英可不是简单的武夫，他自然有所察觉，只是没有想到，在这背后操纵着这一切的人是我罢了。龙邪，去通知那2位将军，他们代替叶孝英，成为北离军魂的那一日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当年圣上赶走所有的兄弟，偏偏留下我，你知是为何吗？因为皇叔是父皇一手带大的，不是其他几位皇叔能相比的。但更确切地说，是圣上觉得我不会跟他争天下，其他几位王爷啊，个个狼子野心，心怀不轨，留在天启都是大麻烦。我呢，他信我。琅琊王兄也不会，他也信他。这种信任是10几年建立起来的，并非一朝一夕。那为何会有4年前那桩案子？人呐，一旦坐上那个位置，是会变的。而且琅琊王兄太像一个优秀的皇帝了。历史上，凡是功高盖主的，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。那这么说来，皇叔即使满腹才情，也故意装出一副放浪形骸的样子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吗？不，我本就是好诗酒风流，喜欢绝色美人，这不是装的，这就是我。贤侄啊，我监国的时候也是尽心尽力，没有半点纰漏。这朝堂之上，对我也是满口赞誉的。你刚才那话可差点意思啊！既然皇叔为国为民，那我就告诉皇叔一件事。何事？15天后，兵临城下，天启危在旦夕。
这么严重吗？琅琊军，琅琊军，这世上哪儿还有琅琊军？如今叶孝英的北离中军，加上个琅琊王，就是当年的琅琊军。小色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自然知道。我说的这支军队，如果集结起来，整个王朝便会覆灭。你不像是在开玩笑。王离大军2万人，禁军3000，天启城兵8000人，再加上1300名虎贲狼，差不多有3万多人。而琅琊军有20万，兵法讲究时而为之，我们3万对20万，守城而战。到时候上下两军起兵勤王。我在回天启的路上，曾有军队试图阻拦，所以我断定，背后一定有萧氏皇族。天启城有几位小王爷，外面有几位老王爷，只要姓萧，他们都有机会做皇帝。你是觉得他们另有所图？我有很多种猜想，但不到琅琊王军兵临城下的那一刻，我都无法做出决断。但是此刻我只希望皇叔能信我一次。